好，从这里出枝。好，我们的这个嫩叶子的颜色，前面画这个花苞的时候已经调了。画嫩叶是这个3绿加藤黄，3绿加藤黄加这个朱标，笔尖蘸胭脂。好，这个从这个中间长出来哈，中间，我要站起来看哪里是中间啊？这个花的中心。好，这里来一个，先来一个枝干，嫩枝干。好，我们来安排好这几组叶子哈，安排好几组叶子。好，我们这边这一组叶子，我们可以把它这个枝干挡住哈，从里面长出来，从里面长一组这个叶子来。这一组我们先来一组这个小的，这个比较嫩一点的叶子，我们来一组这种嫩一点的叶子，从3个方向出来。来一组这个小的叶子，然后从后面再来一组，后面这一组我们就让它这样子展开啊，这样子展开，从这样子展开啊，这一组叶子把这个枝干给挡住，它从这下面长出来的，从下面这样子伸出来的，只是说我们现在看不到它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然后这边再来一组，这边来一组叶子。这边这一组看一下从哪里。好，我们这边这个叶子的话，还有一些从这里长一枝，这里再来一枝出来，从这里再伸一枝出来。伸一枝出来。好，这3个，一组、2组、3组、4组叶子，我们这4组叶子把它安排好，安排好了这几组叶子之后，我们先把这个叶子给长出来，好不好？先把这个叶子给长出来。好，我们先画一组这个比较嫩一点的叶子在前面，先画一组比较嫩一点的叶子，让我们用嫩叶子的颜色。3绿加藤黄，3绿加藤黄。
好，我们来画一组嫩叶子啊，画一组嫩叶。哎，这个水分有点大啊，水分有点大。嫩叶也是一样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还有这一组长到这个花的后面去了，在这个花的后面。好，这里来一组嫩叶，来一组嫩叶，然后我们后面这个是比较这个后面我们就这个用这个老叶子，老叶子我们是这个花青加藤黄加末，这个是我上午用的没用完的，这个是调好的，这个里面是花青加藤黄加末，调成这种墨绿色。花青加藤黄加末调成这种墨绿色啊。好，我们来加一点墨啊，来一点墨，倒点墨出来。好，我们倒一点墨出来啊。调好这个墨绿色，笔尖蘸一点浓墨，笔尖蘸浓墨，然后去画这个叶子啊，然后画这个叶子。好，我们可以看一下从哪一组开始画。我们可以从中间这一组，中间这一组。好，下面中间这一片叶子，轻轻下笔，重重的按下去，然后一笔，然后两笔，三笔。这三笔就是一片叶子哈，三笔是一片叶子。你这边画的不够大，你可以再加一下。三笔是一片叶子。好，我们那一组叶子还有两片，一边还有一片，那这边我们可以让它这样子长过来。这个叶子是不是画的有点小？感觉今天我是坐着画叶子，所以它有点小，我们把它加大一点。叶子要大一点哈，牡丹的花的叶子它比较富贵，所以要画大一点。好，这边一片，那这边还有一组啊，这边一组，在这个嫩叶子，我们让它画到后面去，画到这个嫩叶子的后面啊，在它后面我们要体现一点点出来，画一点点出来，把这个嫩叶给挤出来。好，这里是一组，然后这边再来一组，这边再来一组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啊。好，这边还有一边一片。这个是两组，那这边还有一组，这边还有一组，我们再来蘸一点这个墨绿色，笔尖再蘸一点浓墨。好，画这一组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然后它两边还有一组哈，两边还有一组。那我们即使看不到在后面这个层次，我们也要把它画出来啊，也要把它表达出来。在它后面啊，到后面去了，可以从这里掺一点出来，让这个层次有这个层次感，有这个层次感。好，我们后面再画一些比较淡一点的这种层次，还有一些叶子。好，这边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一组，我们跳出来这一组叶子，跳出来这一组叶子。好，这一组叶子，我们先画哪一组？我来看一下。一定要有跳出来的这个叶子。我们画叶子不要全部。我们注意哈，画叶子的时候，你看我画叶子都是安排好在哪里画，然后再去画，这样子叶子就好组合了。为什么这么去画？就是教会你们怎么去组合这个叶子，哪里安排叶子。我们这里会多，这边少，就有这个疏密关系。然后我们画的时候要有这种跳出来的东西。你看这两边都有跳出来的东西。好，这一组叶子我们看一下，先画哪一组？我们可以先画中间这一组，好吧？先画中间这一组，还是一样的。好，蘸一点墨绿色，笔尖蘸一点浓墨，笔尖蘸一点浓墨。好，我们先画这一组啊。
先画中间这一组，这里来一个，把它插过来。墨不够多，墨不够多，不够浓。好，这里一片小的，它后面的这一片就是大的了。这个中间这是两边的啊，中间这一片就是大的。我们画侧面一点呢，感觉它是有点侧面的这种感觉啊，有点侧面的这种感觉。好，我们这边来一个这种侧面的花瓣，侧面的这个叶子。好，这边的，让它这样子回过来，长过来。然后这边从这里伸出去。好，中间这片叶子就到后面去了，我们就看不到了，就不管它了，那就不管它了。好，这边还有一组哈，还有一组，我们也是一样，破边。我们画这个叶子的时候也是特别的慢，希望大家都能看清楚啊，后面这个层次，好，这个叶子它就有层次了，它不是说只有一层了，让这个叶子让它有层次感。好，这里一组，然后我们再看这一组，这一组我们就把它画成嫩叶子的，把它画成嫩叶子。好，这一组先画中间这一片吧啊，中间一片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片。好，它这里还有一组啊，露出一点点。好，中间还有一片，这三组叶子。好，我们这里来一个花苞，看一下这个花苞从哪里长出来。我们从这里上来一个花苞啊，从这里上来一个花苞，这个花苞上去。我们看一下这里长一个花苞怎么长啊？怎么长出来？先把这个花苞给画了吧，画一个花苞在这个地方，画一个花苞在这个地方。哎，三绿没有了，挤点三绿出来。我们来画一个花苞啊，画一个花苞。来，我们来先画一个花苞，画一个小花苞。哎，我们的底色没有了，没关系。
在这个地方，看一下画到哪个位置，画到这里吧，画到这里，画一个小桃，这边再来一个桃，这里来一个小的，再来一个，上面再来一个桃。好，有一些这个花，有些这个长出来一点点。好，你看，快要开的，马上就要开的一个小花，一个小花苞。哎呦，这个小花苞有点正呢，要画歪一点才好哟。画的太正了一点。好，这个花托把它托起来。来，我们这个花正呢，我们把这个枝干弯一点，看它怎么长出来。太干了，比上干了，加点水分再来。让它弯一点，让它有姿态一点。好，这样子出来，再画一下这个花托。花托要有胭脂啊，要有胭脂。好，就画这么多。看一下，我们这边开始来画些叶子，看一下画几组叶子啊。这里来一组，来一组很长的叶子伸出去，让它跳出来。又回来，两组一起，两组一起，然后这边再来一组。看一下这一组叶子往哪里长，每一组叶子长在哪里，我们都要斟酌一下，都要斟酌，斟酌，斟酌，再斟酌。这样子转过来，这里再来一组小一点的，让它这边两组，这边一组，有一个多的和少的个对比。看看这个，先把叶子先加上去吧。叶子加上去，我们要勾上前面的叶茎了。哇，这个前面叶茎我先勾一下，快干了，因为现在开着空调，所以干的比较快，所以我们要先勾一下，所以要先勾一下。勾叶茎的时候，我们一片叶子上勾2、3笔就可以了，不要勾的太多了啊。
好，这个叶茎先勾了，我们先来再画这一片，画这个花苞上的叶子。每一片叶子的走向，我们都是要斟酌、斟酌、斟酌再斟酌。叶子不是说随便安排的，随便划拉就可以。好，我们来用画嫩叶子的。好，这个侧面的。这个是一组比较嫩叶子。好，嫩叶子它长过来了，这一组长过来了。嫩叶子也是一样，中间一笔大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，两边各一边一笔小。好，叶子画了之后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枝干，把这个老枝干画出来。好，把笔洗干净，笔洗干净。好，我们来这个笔洗干净之后，然后直接蘸一下这个浓墨啊，直接蘸一下就可以画了。这个枝干我们看到一点点啊，露出一点点。好，这个我们从这边出去，看一下我们怎么出比较好看呢？这个叉出去了。看一下这样子好不好看哦？观察一下，观察一下。
这里再出一个吧。有一点横向的，让它长一点。好了，我们就这么出吧，就这么出。干了之后，我们可以再调整一下，打一些抬点。画这个枝干，我们要注意一笔下去要有浓、有淡、有枯、有曲、有直，你要这种变化。好了，我们再加上一些这个嫩芽，加上一些嫩芽上去。这个要不要直接上来？直接上来。让这些枝干有一些参差。好，我们加上这个嫩芽。嫩芽是一样的哈，嫩芽也是，我们嫩芽就用2个颜色，它显得比较嫩。如果说你加一点3绿，它有点带绿，有一点绿，就3绿加藤黄，然后加胭脂，画这个嫩芽。好，这个嫩枝干和老枝干衔接的地方也是有这个嫩芽。好，我这里画一组这个嫩芽啊，这里画一组嫩芽。看是画在这里还是画在这里，画在哪个位置比较好看？画在这里啊，让它有一个穿插感，从这里穿插过来。又从这里穿插。小嫩芽，小嫩芽。这里来一组嫩芽。好，其他的嫩芽也加上。为什么我们每次都要这么多嫩芽？嫩芽很给这个画面添这个生机感。这里这么多嫩芽，我们想在这里来一个小嫩芽，让它有一个呼应。我们画面感要讲这个呼应，讲这个呼应。我们在这个地方来一个小嫩芽，在这个地方，不管它这个枝从哪里出来，枝从这里出来，出一个小枝，找一个嫩芽。这边让它有一个呼应，但是我们不要一样大啊，要有这个大小的区分，要有这个大小的区分，露出一点点这种感觉。
露出一点点这种感觉就可以了。好，这边的这个嫩芽和这边的嫩芽有一个呼应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下这个画面感，看一下画面，看一下哪里需要再去补充一些层次。好，我们把叶茎勾一下，再不勾又干了。把这个叶茎勾一下，随意的勾一下，不要勾太多了。可以了。再加一下，看一下哪里需要加一些淡叶的层次。我们看一下哪里要加一些层次，看一下有没有地方需要加这个淡叶的层次啊。有的我们就加，没有的话就不加。从这里。加一些这种层次感，它等它干了，基本上就看不到什么了。等它干了就不明显了。我们这个画叶子一直跟你们讲的要有3个层次啊，要有3个层次，有浓的，有最浓的，有第二淡的，还有更淡的，有这3个层次，你这个叶子的层次，这个叶子的层次感才会出来。我们加一下这个花心，加一下这个花心。知道3个层次吗？有没有听我讲过3个层次这个事情？我在点评你们作业的时候一直有讲这个问题，就是有一些家人这个叶子就排队就没有层次感，所以在点评作业的时候也一直有讲这个叶子的层次感这个事情。还有大家这个枝干这一方面比较薄弱，所以我上一次直播特意的讲了这个枝干。好，点一下这个花心哦，点花心。我们画这个花心也是一样的分组哦，不要点的太稀了，不要就是每个地方点1、2片，点1、2个，这样就不好看。要有这个大的组合，像这一块最多，这一块最多，我们这一块第2多，又慢慢的会少，这样子，慢慢的少，不要一个地方点太多了。
也不要每一个地方都是2、3笔，然后很多地方都是2、3笔，那样也不好看，要有这个疏密聚散这种关系。好，我们的花心就这里再点几个，看到没有？有这种疏密聚散的这种关系有没有？你看这里是密的，这里聚在一起，这里会有一些散开的。所以我们画的，不管是画哪里，都要讲究这个画面感，大家注意这个画面感。花心是这个藤黄加太白1:2的调和，藤黄加太白1:2的调和，调好，放在一个密封的瓶子里面，每次用的时候就直接用，这样比较方便。因为花心的话，每次只用一点点，你如果每次去调的话，都会要浪费很多颜料。所以这样子调好之后放着就比较，用的时候就随时把它打开用就可以了。好，我们现在横着给大家看一下前屏啊，横着给大家看一下前屏。提个字啊，提在哪里？你们觉得提在哪里？我来提。提什么字呢？这个位置可以。提到这个位置，提一首诗吧。你看为什么在这里提呢？大家说这里提的人比较多，这里提其实很合理。你这样看一下哈，这个整个画面它有我们要有大空小空。你看这个空和这个空有点类似大。如果我们把这里提款了，把这个空变成小空，你看这里有一个小空、大空、小空，这样子。这个上面如果我们把它遮住了，它就把这里堵了，整个画面它就满了，这里一块就全部满了，就没有这个空间感了。其实在这儿提是很好的，在这儿提是很好的，这个地方提大家都说往这里提，我也觉得往这里提特别好。好，在这里提啊，提一首什么诗呢？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吗？好，在这里，这里还不能对着它，还不是很好耶。好，我们来开始啦，写啦。这里写班牌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好，再来看一下整幅效果。